副官，您的茶。张少侠，前方就是霍家堡了。我看为什么突然赶到？稍作休息吧。又在这停留这么久？那好，有劳了。霍家堡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？老夫人，这家当铺是我们48寨的暗庄之一，我们平时的往来书信呢，都是通过这里。你们俩先上车，我去打点一下啊。好。你就不想出去逛一逛？之前有人告诉我，山下的百姓食不果腹，看来又被骗了。哼，那是因为这里是春回镇。那又怎么样？春回镇还属于48寨的管辖区内，这里还住着许多48寨的眷属。再往外走走，你就知道，此言不虚了。你这不是第一次下山？你这一天天的老闭着眼干什么？我在练闭眼禅。我只听说过佛家的闭口禅，那就应该是于老他老人家不要脸的抄来的。他把他这套古怪的练功方法叫做闭眼禅。我怎么没有听姑姑提起过？那是因为于老他嫌我资质差，功夫烂，轻功似秤砣，心比腰还粗。除了找死这方面有些成就以外，就只剩下脸能看了。所以千万要保护好，不能破相。每当我被困在江心的时候，他就让我坐在一边闭目冥想，脑子里不断描摹一招一式。久而久之，我也分不清是自己真的在练，还是只是脑子里想想。不过用闭眼禅修来的招式，倒是也不比亲自练的要差。那天姑姑把你留下，是不是传你破血刀了？他给我比划了一遍，想看吗？想看，我可以给你使一遍。我不稀罕。阿飞、生儿，几处暗庄都没有陈飞的消息，想必他还耽搁在敌军地界。我们出发。消息听说，朱雀主穆小强在离开思想山之后，便落在了洞庭。是霍家堡。霍连堂关这些武林人士做什么？堂堂霍家堡，怎么会与穆小乔这种人扯上关系？将我等不分青红皂白的关押在此处，你们难道就不怕武林众怒吗？乱世之中，不分正邪，只论敌友。拉去。是。霍老堡主在哪里？道中主，属下打听到，那霍家堡似乎在山间建立起了一座黑牢，还秘密囚禁了许多武林人士，不知意欲何为。还记得吴飞的那些书信吗？
记得，那些书信都是途经霍家堡传过来的。大庄主英明。走，去一趟霍家堡黑牢。小朋友，给你点吃的，拿着吧。干什么啊？走开！生儿，怎么回事？这里的村民好像不太欢迎我们。那我们不要打扰，今晚就找个无人处过夜，明日一早赶一程就是霍家堡了。好。有人喊我们贼人，去看看。你们瞎喊什么呢？各位，我们途经此宝地，是不是犯了各位的什么规矩？你们要脸就算，为什么还要杀我的儿子？杀人？各位，我们没有杀过人，一定是有什么误会。别跟他们废话，今天我们就是跟你们同归于尽，同归于尽！各位，杀人偿命！你们，各位听我说，诸位乡亲，你们看老身像大家结社的贼人吗？我这趟出来也是来看孙子的，给这孩子买身好衣裳，好好葬了吧。你们将我们误认为是贼子，想必那伙人也是武林人打扮。不过，此地离荆州只有1天的路程，这霍家堡就在附近，怎能容许一群武林人做盗贼横行？自霍家堡堡主生病以后，我们就再也没见过霍家堡的人。什么大侠，都是强盗啊！队长，贼人，真正的贼人，他们来了，就在村口。生儿，你去保护好村民，其余的人去查清楚究竟有多少贼子。是。阿飞，你跟我去会会他们的头。好，可是你们若是伤了人，就会给这全村上下带来血光之灾。明白了，各位乡亲们，大家先躲起来，把刀都收起来！快快快，你们2个去查一下，快快快，大家进去！生儿这孩子啊，总算是有点样了。一会儿见到贼子，你把钗子递过去。这是您潇湘一派的标记，您是要自报家门？我怀疑他们和霍家堡有关系。如果他们能认出我潇湘门人在此，自会顾虑几分。到时候我们再去霍家堡问个清楚。
然是个美貌的小娘子啊！哟，怎么会点儿？哟，会点功夫啊？这位壮士，我一个老太婆，不过是带着孩子回乡，实在不是什么富贵人家。这样吧，我这儿还有件金器，这位壮士拿去当个酒钱也好。诸位，就行行好，放过我们吧。啊，丫头，去拿给人家。哇，老夫人，您真是通情达理呀！不如您将这马车一并舍给我们吧？啊？老身奔波千里，就为了见上孙儿一面。这车马罢了，老身走着回乡。阿肥，去把车马赶来。去。哎，何必勉强呢？老夫人，不如您将这小娘子一并舍了给我们，哥几个过几天赶这辆马车，风风光光的送您回乡，如何呀？啊！就是啊。丫头啊，婆婆经常跟你说，闯荡江湖要和气讲道理，还要守人家规矩。可若是遇到不讲道理、不守规矩的人，动手！这是破雪刀重出江湖后，其刃下第一道亡魂，也算是死得不冤。这20年来，没有在江湖上出现的潇湘使，今天算是又见血了。老夫人，生儿，红月在，你带弟兄们去查一查有没有漏网之鱼。是，跟我来。这些该死的贼人，死有余辜。生儿，你掀开他的裤脚，看看他的腿。老夫人，他们的腿上都有护具，看来是善用腿功之人。这江湖上只有霍家堡的人练这种腿功，堂堂霍家堡弟子，怎么会沦为强盗？老夫人，我们本来也要借到霍家堡，不如禀报霍老堡主，让他好好管束自己的弟子。不，我们改道去华容。为何？生儿，你是48寨小辈里最出挑的弟子之一。你说说，假如是在48寨，李大当家的会管束不住你们吗？绝无可能。老夫人，您的意思是，霍老堡主并非完全不知情，或许是他纵容弟子。不要妄自揣测。我们此行来荆州，本来是想让霍家堡帮我们寻人，可现在看来，
他们自身麻烦也不少。再说，陈飞他们带着吴将军家眷，再怎么低调，也一定会有声势。这样，华容城暗庄一定会有消息。那这一村百姓怎么办？如果这群匪徒当真是霍家堡中人，恐怕此地不宜久留。诸位乡亲，还是速去投奔亲友吧。投奔谁去啊？到哪儿还不都是一样的吗？现在有谁还管我们的死活呀？到了48寨，我娘一定会管。朱匪，别多嘴。说的没错呀。到了48寨地界的话，我娘一定会管。生儿，废患无常，但是湖湘地界，48寨所在的地方，百姓尚还安居乐业。唉，诸位乡亲，如果有愿意去的，便拿去当个盘缠。到了48寨地界，递上这个信物，就说是我王老太婆让你们去的，自会有人安顿。谢老夫人，谢谢。老夫人，阿飞，今天你做得对。人手中的武器可以杀人，也可以救人。你这次用手里的破雪刀救人，做得对。王老夫人，这群匪徒来的突然，不知道陈飞师兄他们会不会有危险。我想先行去打探一番，还有个准备。不着急，你一人去太危险，我们明日再商议。离开48寨以后，我为什么心里有点空落落的？在家的时候，我娘叫着我说几句话，我都头皮发紧。自从我爹走后，我就无时无刻不惦记着下山去找我爹。可如今真下了山，才没多少日子，忽然有点想我娘了。李少，去哪儿啊？撤！撤！
你们等我的好消息吧。去。周妃，等我闯出一番天地，定会叫你刮目相看。李婆婆，这个时候你还添乱？老夫人，还是没有找到。老夫人，还是没找到李师弟和周师妹，但是四周又没有打斗的痕迹，想必他们是自行离开。陈飞还没有找回来，这俩孩子又不见了，看来我真不该带他们下山。李师弟和周师妹都是第一次下山，从来没有见过山下那些事儿，怕是一时急公好义，想去霍家堡讨个公道。不会。生儿圆滑，阿飞冷静，这俩孩子不会这么不顾大局。这哪儿来的好马呀？难道是那些被抓走的人跑要的坐骑？哈哈哈！今天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呀！48寨的马。兄弟们，我回来了，我还带回来一匹好马。哎呦，这马不错，你在哪儿弄来的？是啊，辛苦了啊！好好看手。这是什么地方？怎么那么多守卫？我得找条路进去，管不了那么多了。什么人？追！那边追！看清楚是什么人没有？似乎是个小姑娘。快去查明那个丫头的身份，掘地3尺也要把她给我挖出来。哎，起来吃饭了。喂，难道你们不知道，我们李老寨主与你们霍老堡主18拜之交吗？就这么待客？出去！出去！闭嘴！吵什么吵？闭嘴！放出去！吵什么吵？再闹也跑不出去。再吵，当心我的鞭子！我是真的没想到，曾经霍家堡也是堂堂名门正派，没想到如今无耻到这个地步。姐姐，爹爹不是说江湖人士都是侠肝义胆的英雄好汉吗？但凡尽量一会儿，一盏茶的功夫，必遭报应。我的
是得罪了哪路神仙？今日复兴高照，肯定有好事发生。没事儿，你好呀。你是什么人？是被关进来的吗？可不是嘛，这里啊还关着不少人呢。你进来的时候没看到吗？这两边山壁啊都是隔开的牢房，各路英雄每天都在这里骂骂咧咧的，很有野趣。唉，只可惜啊，我来晚了，连间像样的牢房都没有。这角落里清静倒是清静了，不便加入战局。哎，你呢？你又是怎么进来的？我是因为这缺了大德的山是空心的，滚下来的。啊！哇，你那边竟然不是牢房啊！这里的主人是谁？为什么要抓你？哎，抬头看，你左边有一丝光漏下来了，往那边走走好吗？好不容易来了个漂亮小姑娘，快给我洗洗眼睛。这口气怎么有种熟悉的感觉？那个，你有吃的吗？我随身带着喂狗的。这个不会是喂狗的吧？果然是那只狗。你是谢梅梅？水草精？我不该救你的。谢梅梅，是当初逗你的，你叫我谢允吧。你怎么跑这里来了？我们是来山下办事儿，但是我表哥好像被抓了。怎么我每次遇上你，你跟你那倒霉表哥都能摊上点事儿啊？
次都是李胜那个王八蛋没事找事。无妨，这里有吃有喝，挺好的。你哥一时半会儿应该没什么事儿。快！你呢？来。快点！哎，又吃饼了。刚才看到一个女贼跑过去没？你是黑牢暗无天日的，要是能看到，也只能是女鬼了吧？也对。赶紧吃啊！没事，刚才送饭的来了，外面好像还在找你。对了，你饿不饿？我还好。那你要不饿，我就先吃了。要是饿的话，我就打上点再吃。不用客气，辞别。哦。我还是挡一挡吧。以后有机会啊，请你上健康最好的酒楼，天下10分美味，5分都在健康。小美人，等他们找你的这阵子过去之后，我给你指一条出去的路，赶紧离开，咱们有缘再会吧。记住，我欠你一顿饭。今天这顿啊，我就不方便招待你喽，这里面加了料。什么？你不走？走不了啊。温柔伞，听过吗？想你没听过。都是一些邪门歪道们不入流的手段，蒙哈药的一种。一碗饭下去，几天起不来。内外功夫更是不必说了。那你还吃？因为本人既不是骆驼，也不是王八，一碗饭下去几天起不来，不吃啊，可就永远起不来喽。咱们虽然萍水相逢，但是每次见面都能险象环生，也算是半个生死之交了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你叫我声大哥吧，啊，怎么样？我没杀你已经算很客气了，你居然还敢跟我套近乎！那可惜了，要杀了我，甘棠宫那些逆转乾坤的伟业，可就没有人告诉他女儿了。怎么样，听听？这么说，你还是有我爹的消息？半年前，甘棠宫出山，接管了安平郡，给当地流离失所的百姓啊，开辟了一方净土。他的军队所在地，民众都能得到安居乐业。那我爹现在在哪儿？这我就不知道了，行军路线可没有个定数。我还以为这趟下山能够见到我爹呢。滚！在下一向怜香惜玉，没想到还是伤了一个小美人的心。美人，
若你还恼我，叫你扛我一刀，出出气可好？之前我一直很难过，我觉得如果你不来，我爹就不会走。可是如今我下了山，见了山下的世道，我好像也没那么生气了。那我就放心了，以后不怕一遇到你就担心挨揍了。像我这种柔弱老实的书生，只怕经不起你这种女侠的欺负。我就算要找你出气，也得先能从这儿出去才行啊。嗯。问你个事儿，这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你知道霍家堡吗？话说霍老堡主今年70大寿，广邀亲朋故旧。别啰嗦了，说重点。总之啊，他帖子一发，大家自然都过来捧场。不过我猜他们也未必敢给48寨发帖。这万一真把李大当家招来了，那可就不好收场了。啊？为什么？因为霍连涛，啊，也就是霍老堡主的弟弟，现在的霍二堡主，借着给他哥祝寿为名，逼着前来祝寿的人加入霍家堡，认他为盟主，说是要弄出第2个48寨来。他这么干，霍老堡主不管他吗？霍老堡主傻了，据说是生了一场大病，傻的基本上不认识人了，连自己叫什么都说不清了。然后霍连涛就替他做了主，把你们这种不认同的人都给抓进来了。嗯，怪不得我这一路上见到霍家堡的人，都打扮成土匪的样子，打家劫舍的，连马都不放过。虽说是武林名门，竟然能干出这么丢人的事儿。哪里，霍连涛既然要当盟主，还是得要2分面子的。那些来参加寿宴的人，前脚好言好语送走，后脚再让一些不大体面的江湖朋友把他们抓起来，关到这黑牢里。那这不是掩耳盗铃吗？所以你就是这么抓进来的？不是，我运气好，没有赶上老堡主大寿。不过可惜，我和48寨的人一起，不小心遇上了霍家堡的人。谁？上次见你爹带头抓我，是潇湘一派功夫的那个兄弟。陈飞师兄。嗯？你是怎么遇到他的？我这刚好出门办事儿，结果就遇上他们了。后来就被霍家堡的人一起抓到这儿了。所以，你就把陈飞师兄和吴家人一起送进了霍家堡。不愧是甘棠宫的女儿，聪明啊！你才聪明，你聪明的把陈飞师兄送入虎口也就算了，自己也让人关在这牢房里。给你浇点水，你都可以发芽了。喂，这可就不能怪我了。这霍家堡与你们48寨的交情，天下人皆知。再说，你那几个师兄对在下戒心重得很。我要去救人。哎，等一下，这里面关着的武林人士这么多，你怎么救啊？那我就把他们一起都放出去。妹子，这里面的情况既复杂又凶险，万万不是你一个人可以解决得了的。这样吧，我跟你详细说一下这里的地形，还有一些岗哨。
是从哪儿知道这些的？嗨，你以为我就真老实待着？我早开了锁，出去溜达好几圈了。你既然能溜出去，那为什么不去救人啊？你忘了，我这不是中毒了吗？怎么带别人全身而退啊？哎，你看，这地牢分为上下2层，守卫众多。最后，到这里就可以出去了，明白了吗？哎，石子镜，石子镜！水藻精，你怎么进来的？厉害吧？开门。你画的那些线路图密密麻麻的，根本就看不清楚。女侠，你到底看不看得懂地图啊？哎，我看时辰差不多了，你抓紧点。嘘，别吵。看来这黑牢上下2层关了不少人啊。他们每隔1个时辰敲梆子的时候都会换班。好了。哎，对了，你上去以后啊，如果见到一个红衣如血的人，千万不要迟疑，立刻走。这些老江湖们什么坑蒙拐骗都经历过，他们自然会有脱身的办法，你千万不要多管闲事。回到家以后，立刻找你们长辈去霍家要人。你放心，这个节骨眼上，华连涛不会想得罪李大当家，他肯定会把你陈飞师兄安然无恙的放回去。那然后呢？你们怎么办？我昨儿夜观天象，不日必有是非发生。你全当不知道这件事，找到人以后，尽快离开。哎，喂，你瞪我干什么？我可是一个有原则的人，绝不会指使小美人去做危险的事情。我待在这儿挺好的，我们兄弟3个有说有笑，再住上2个月也不寂寞。哪儿来的兄弟3个？骄阳、青天，还有我。是石头、沙子，还有你吧？我看你是病入膏肓，想必你救不回来了。哎，对了，等将来我从这里出去以后，你要是还没有回家的话，我去找你吧。还有一件挺重要的东西要给你的。啊？
上次我擅闯你们家，虽然是受人所托，但到底害你爹娘分隔两地，还连累你断了一把刀。难为你还记得。这件事情我一直都挺在意的，便想着替你打一把。唉，只可惜还没有找到好的材料，所以就先送你一把木头的。以后再送你一把真正的好刀。你真的不走了吗？人多了容易打草惊蛇。你进来的时候啊，想必是惊动了这里的守卫，上面已经有人开始抓捕你了。唉，放心吧，我命大，你啊，还是先救你自己出去吧，省得连个报信的人都没有。欠债还钱，你可得好好活着。知道了。大当家可没教过我临阵脱逃。不把他们找回来，我怎么有脸回48寨？况且，没想到能在这里遇上他。那丫头也真会找事儿，哪里有麻烦哪里有她。不知道跑掉了没有？哎，走了。哦，来了。他们每隔一个时辰敲梆子的时候啊，都会换班。交接的时候，先头的人经过小亭子撤走。没什么事吧？没有。后来的人要短暂的在周围巡视一圈。这片刻的功夫里，交接亭是灯下黑，可以落脚。如果被发现，那我就杀出去。走吧。快点儿。来了。这里兴许是有解药的。这帮混账东西，给别人吃毒药，自己倒是挺会享受的。你们这边走，快点儿！你们到那边走。走。好强的压迫感。怎么看着比我爹还要瘦弱些？多谢。前辈，你没事吧？哪儿来的小丫头？好大胆子！
外面嚷嚷的，就是在找你吧？哦，家中有一兄长，独自外出的时候被他们捉去了，不得已来寻。打扰前辈了。师承何处？只是家里祖上传下来的功夫，爹娘随便教，自己胡乱练，强身健体而已。我们家人丁稀少，另外还有2个亲戚家的表兄妹，谈不上什么正经门派。前辈，你是生病了吗？我爹也是这样，他常年身体不好，一受风寒便整日咳嗽。也不知道爹现在身边的人把他照顾得好不好。无妨，一点旧伤。前辈，这是我在岗哨亭里顺来的，这是他们自己吃的，肯定没有毒。我看他们天天给你们吃的食物里掺了药，挺伤身体的。你身上又有旧伤在身，能少吃一点就是一点吧。你方才说的兄长被他们关在哪里了？不知道。那你还敢乱闯？你不知道此处的主人是谁吗？不知道。这四象山你总听过吧？奶都没断的小崽子，怎么都敢出来乱走动？你家果真是没人了。这人究竟是什么身份？怎么一把年纪了还这么不会说人话？四象山有一群妖魔鬼怪，上有4个主位，大言不惭以四象冠名，实则是一群臭名昭著的搅屎棍。这一度闹得江湖上是血雨腥风，后来那兄弟4个狗咬狗，闹起了内讧，这才算是分崩离析。最后，朱雀一只落在了荆州附近，依附了霍家。那朱雀主名叫穆小乔，当年曾一人独上泰山，一炷香的功夫，就挑了泰山派的3大长老，众目睽睽之下全身而退。原来这个穆小乔这么厉害，看来我得小心点。不如先悄悄去找解药，救人吧。现在知道厉害了，算你运气好。滚吧。多谢前辈。厨房，
温柔伞既然是下在食物里的，显然要经厨房统一调制。厨房里天天人来人往，不可能万无一失，总会有自己人误事。他们肯定有备用的解药。一会儿我跟着那厨子，说不定就能找到解药。庄主，刚才无妨，一个小插曲，不影响。确定朱雀主在此山中吗？确定。好，不枉我在此久候。按原计划，等通天阳到了，先杀了穆小乔。那火镰桃不足挂齿，只要抓住了逼问出庙的东西即可。是。慢着。方才那小丫头，倘若见到了，且留她一命。你看我找到了什么？不是让你走吗？你怎么又回来了？快开门！快！这些我都不认识，你快看看。这是避暑丹。穿肠散。金疮药粉。这是什么？鹤顶红。哎呀，好像都不是啊。这是什么？春。不是，你都去哪儿拿的？怎么什么都拿？春什么？春，那个抹春饼的酱，别吓我。这个也不是。都不是啊，那解药会在哪儿？难不成那穆小乔还能随身带着？谁告诉你这个名字的？不好了，不好了，有人打进来了！怎么还有别人来闹事？快！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怎么回事？当真是48寨打来了？不是，比那种情况更糟糕，是地下来袭，这头让我们赶紧出去御敌。走，走！不好，这局面比我想象的还要糟。那我们现在往哪儿走啊？逆着人流，穆小乔肯定是在御敌，我们去他房间里。快走！这边。 48寨也就罢了，黑牢里混起地煞的人，你们都不知道。我留你们有何用？谁？禀报老主，朱雀主命我去他屋内拿那件东西。那你还不快去？是。
这是解药。这一次得吃几勺啊？闻闻就行，按少吃的话要人命的。走。等等。这是什么？糟了，他们要炸黑牢。救救我们！快救救我！帮帮我们！快松手！来，这解药，大家快来闻一下。出来吧！原来这样，速速离开啊！快快快！哎，你去哪儿？李胜师兄还有陈飞师兄他们都还没有找到呢，我得去看看。这上面，走这边。放心吧，我看你那凶神的面相，不像个短命的。他一个小白脸，若是被朱雀主他们抓住了，那肯定就……霍连涛，走这边。给我出来！你居然认识他？之前见过。这地煞既然来了，看来今天在场中人都要危险了，说不定啊，还要杀我灭口。趁他们还没有发现，你赶紧走，啊！这边。你跟过来干什么呀？你要再跟的话，药你拿去，你去给那帮累赘解毒，我可走了啊。行啊，给我吧。喂，我的小姑奶奶，你搞得清楚状况吗？这地煞跟朱雀主都来了，你不要命了？反正我也要救李胜和陈飞师兄他们，我就把他们这么丢在这儿，我跑了，我娘肯定会杀了我的。我回去怎么跟我娘交代？我说，你娘是你亲娘吗？是你的小命重要还是交代重要？交代重要。不错，确实是交代重要。不过烂命一条，也未见得比别人值钱。走，我们去把那些倒霉蛋都放出来，是死是活听天由命，好歹问心无愧。难得你倒是痛快了点。像我这种身长7尺、5尺半以下都是腿的世间奇男子，也能遇上半个知己，真是幸在啊，幸在。为什么我是半个？因为你怕是还没有5尺高。哦呦！